土耳其成了俄乌冲突最大的赢家。埃尔多安高调加入上合组织，其外交手段让普京都没了脾气。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如果你非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找一个最大赢家，那么除了土耳其，你恐怕是找不到第二个。埃尔多安能够坚定地支持乌克兰，要求普京归还克里米亚，还向乌克兰大肆出售无人机和武器。此外呢，土耳其还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调停国。俄乌关于粮食出口的协议就是在土耳其达成的。作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他不谴责也不制裁俄罗斯，一边继续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一边表示如果西方企业从俄市场撤出，土耳其将前往接盘。由此可见，在俄乌冲突中，土耳其是好处占尽。在整个欧洲遭遇能源危机的当下，土耳其是顺顺当当地从俄罗斯大量进口天然气、石油等能源，甚至呢还能够向欧洲倒卖，赚的是盆满钵满。土耳其还利用芬兰和瑞典希望加入北约的契机，从中作梗，最终呢获得了在打击库尔德人武装问题上的筹码。埃尔多安看到俄乌冲突陷入焦灼，马上呢就在叙利亚展开了军事行动。他打的是美国在叙利亚的隐性盟友库尔德人工人党武装，与此同时还打击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让普京和拜登都吃了哑巴亏。随后土耳其还趁着俄军陷入俄乌战场的机会，煽动阿塞拜疆再度袭击亚美尼亚，而吉安组织呢只能对此干瞪眼。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不仅受邀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埃尔多安还是这次上合组织会议的重要嘉宾。在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混的是风生水起。更夸张的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还表示，让土耳其加入上合组织是他的目标。这可不得了了，因为上合组织在西方国家眼中就是中国主导的多边区域组织。比如日本媒体日经亚洲在报道这件事时用的标题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目标是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上合组织。美国媒体更是称土耳其寻求成为首个加入中国所主导的上合组织的北约成员国。那么土耳其为什么突然表态要加入上合组织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埃尔多安又在玩多边平衡，让这个横跨欧亚的国家成为全球战略格局博弈的变数。首先，加入上合组织可能是土耳其在地缘政治层面对美国的重要反击。自从土耳其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以来，原本在北约国家中就是另类的土耳其就一直受到美国的打压，到现在不但拿不到 F-35隐身战斗机，就连 F-16V 这款3代半战斗机也买不到手。而土耳其的死敌希腊可是连 F-35都买了，所以土耳其加入在西方国家看来是由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本身就是向美国和北约在示威。土耳其早就被西方国家看成是异类了。虽然它是北约成员国，却不被看成是欧洲国家，无法加入欧盟，而且呢还被法国、希腊等国敌视，因此它在外交关系上更加的独立自主。加入非西方的多边组织，也是在向北约和欧盟发出信号。其次，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也让土耳其能够在东西方之间左右逢源，获得重大利益。埃尔多安非常善于利用国际局势的变化来获得收益。上合组织是一个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非军事集团组织，加入上合不但能够从中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利益，还能让西方国家无话可说。最后，加入上合更能方便其推进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建立一个多极世界更符合土耳其的利益。因为
中亚的几个斯坦共和国都是突厥联盟的成员国，土耳其也需要进入上合组织来增加自己的声望，这也是埃尔多安谋求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一环。总体来看，土耳其积极加入上合，看起来不像只是在敲诈美国和欧洲，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赌一口气，而是符合该国的长远发展战略利益的。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中，土耳其的野心也可能是最大的。中国也需要关注埃尔多安的手法。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